你相信玄学吗？对于玄学，为啥总有两种不同的声音？一节课讲透玄学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，对于玄学始终两种声音。一部分认为都是骗子，假的，什么补财库、催桃花都是假的，算命的都是骗子，要钱的都是骗子。一部分人认为是真的，自己补过财库，确实有用，而且这个市场存在，就说明了有一部分人相信的。都不信就不会流传几千年了，到底有没有用？到底是真是假？下面就来仔细分析一下，先了解几个概念。周易说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天道既满。佛教等宗教讲因果，天地人三才得失的关系，得到什么失去什么。吸引力法则首先讲算命师傅到底收不收钱问题，这个可以自己去试验，你免费给别人看的越多，看得越准，看看你的运势是不是越来越差。有的人功德福报本来那么多，他的财富是一个定数，你给他改了运，他得到了财富，但是他并没有做善事积累福报，积累财库，但是他就得到钱了。按因果来说，你就要承担果，本来你会发财，你就发不了财，或者你破财，或者不顺，给了钱效果又不一样了。如果你品行端正，没骗人，有本事，给了钱相当于帮了你，你做好事的福报会反馈到被帮助的人，他赚点小钱的话，福报就抵消了。如果帮富豪改运，不但收更多的钱，还要看他德行，他赚了2个亿，本来命里没有2亿财库，如果不做善事，不但2亿收不住，你帮他改，你的运势也会变得更差。他花1亿帮助人或者修庙等，他的福报就有了，财库有了，剩下1亿就守住了，有福报了，福报转化财富，守住就正常了。根据吸引力法则，不信的人就不要用玄学改运，你的磁场只能吸引骗子或者水平不行的人，结果就是没有用。你相信，你行善，你就会碰到有本事的人，就会算准改运。人的命运是由天文、地理、人是3部分组成的，紫微斗数属于天文，就是看看大运流年好坏。大运好的时候，你的想法大部分都是对的，大运不好的时候，你的想法大部分都是导致不好结果的想法。光天文这一项就有指导意义，大运流年好，是不是大胆投资，不要错过机会赚更多的钱？不好的时候，是不是该听取周围亲人意见？只要和你意见相反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。地理就是阳宅风水，趋吉避凶的。人事就是人的心念力量，心的力量是强大的。天文是定数，风水有上限，福地福人住，人是无上限。有一个实验，给人眼睛蒙住，在手上轻轻一划，没有划破，让他听滴血的声音，实际没有滴血，最后人挂了，医院报告拿错了，没有癌症的人拿到了癌症报告，结果挂了，有癌症的人该怎么过就怎么过，检查没有癌症，非常开心高兴，结果还活得好好的。曾仕强先生也有癌症，结果是正常的生老病死。宋美龄也有癌症，用《黄帝内经》养生，信基督，活了100多岁。有的人发现有癌症，几个月就挂了，这就是人事的力量。相信什么就吸引什么，中药同样如此，同一种药，同一种病，相信的人吃了很快就好了，不信的人好的时间就非常漫长。或者邮寄中药快递不顺，这个药的作用减弱了。这就是易经的象，看到什么现象就知道什么结果，不需要占卜，善意者不占，下次再快递，快递很顺，代表这次就会很快就好，这次的药效非常大。天地人三才，比如用紫微斗数看婚姻，夫妻宫有地空地劫煞星，还有化忌流年走到那个宫位，离婚概率大。从因果来说，比如一起7年，情债还清了，不欠了，就要分开了，就会无事找事，争吵离婚。这时候看你怎么想，无所谓，那就不管照命走。如果想继续这段感情，在阳宅风水上，夫妻住西北角，西北角是阴阳调和的位置，妻子住那里是地天泰卦，住的位置不同，人的念就不同，运也就不同。你会变得能忍，骂你的回应是爱，不合理的要求你也接受，2个人念都改变了，自然就不会离婚。在人事上怎么化解？吃亏是福，你要让对方欠你的，你都付出，你忍住了，不合理的花钱你花了，交破财消灾，你从第1年开始就超出正常的对另一半好，他欠你的，你再挽留就是现世报，这辈子还给你。婚姻继续，失去什么就会得到什么，
比如用紫微斗数看健康，为方面先天不足，从人事上化解夫妻争吵。你不吵，他要买啥你就让买，不生气了，胃也就不会出问题。舍不得花钱，天天吵，胃自然就不好。或者花时间养生，付出了时间，得到了健康，很有可能你会吃一种味道的食物，对胃不利，忌口了，失去了就得到了。相信玄学，玄学就有用。比如催桃花，首先要把天时的影响解决掉，什么时间什么方向不利，规避掉；房子外煞解决掉，地理大环境解决掉。根据紫微斗数风水催桃花，效果算60%，人事上你100%相信，效果就达到90%几了，大概率催到正缘。如果不信，就不要催桃花，人事上效果减30%，整个效果只剩30%了，大概率催不到桃花，你的磁场就吸引了这个结果。想法不同，行为就不同。不信的人整天待家里，相信的人天天出去跑，就碰到了，在家也有人给他介绍，他的磁场吸引到了这个介绍的人。不信的人吸引到不会给他介绍的人。对于灾难也是一样，预言到了，人们开始祈福，可能就不会发生了。人心的力量，人事的力量。有个故事，某某在村里每天5点多就去村口敲钟，第一次人们会看看是谁，后面习惯了，人们听到钟声就说某某起来了，结果他真的发财了，真的起来了。这个戴水晶手串的啥的也是一个道理，相信就戴，就会吸引财运。水晶也有能量的，对于普通人不知道最好。风水对普通人作用非常大，不信的人不用改风水了。本来风水有70%效果，你在人事上削减了30%效果，只剩40%了，起到作用就不大了。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天地人三才，还有天道既满，不能所有好事都一个人占了，又要财富，又要健康长寿，又要家庭和睦，婚姻美满，那不是普通人了。成神了，得到什么，失去什么，自己权衡利弊。天才寿命短就是那个原因，每个人都会有短处和长处，这才是普通人，才是生活，才是因果轮回。最后说说阴阳，阴阳平衡，有本书叫《与魔鬼对话》，说的是如果没有魔鬼，世界就不会存在。玄学这个东西不需要所有人信，才是阴阳平衡，都信神佛，都升华了，宇宙就不存在了。都不信玄学，不信因果，不信宗教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道德败坏，什么都不怕，没有制约，宇宙也不存在了。魔鬼与神佛是同时存在的，只要宇宙存在，就阴阳平衡。当宇宙寿命到了的时候，就会阴阳失衡。要么人们都读道德经，或读金刚经修行，都是修行人，一起升华；要么人们都信魔鬼，一起堕落毁灭。阴阳失衡了，宇宙就毁灭了。总结，玄学有没有用？有用，因为有人信，存在就有用；没用，人们都不信，就不存在了。有部分人不信，也是接受的。阴阳要平衡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运是能改的，玄学只是个工具，不能改，要这个工具干啥？宿命论得了，哪有什么佛陀顿悟、灵魂出窍、过阴？文殊菩萨现身，百姓跪地祈祷，那可是真实的。差娘娘庙出现奇怪的事，那是真实的。玄学是真实有用的，催桃花、催财运、补财库、带水晶，相信就有用，不信就远离。争论本身是无意义的事，浪费时间。天文方面学会紫微斗数，地理方面学会阳宅风水，人事方面读道德经、金刚经、道德经是开天眼的心法。如果有见解补充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